而徒弟们认为，师父如今名声远播四海。老和尚却说：“我也没感觉，这才是真功夫啊！”老和尚谦虚地对弟子们说：“我不识字，教你们一些基本的修行方法。你们识字，看些经典及释迦佛、文殊、普贤等诸大菩萨传记，学他们的修行方法。”
有一位弟子觉得自己我相很重，听人家说打香板可以去无名习气，也可以去我相，但是如果要求别人打香板，心里有准备，当然被打的时候就不会生烦恼。如果没有准备，不注意的时候被人无理的打过来，这才是考验，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程度和烦恼。所以就去跪着恳求老和尚慈悲，帮他去掉我相的烦恼。老和尚听了就说：吼吼吼，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做弟子的就每天去跪着恳求老和尚，老和尚还是说吼吼吼，但依然没有动静。日子久了，又因为事务繁忙，做弟子的就渐渐忘记了这件事。有一天，有很多政府官员、教授、老师都来到承天寺拜见老和尚。老和尚就叫这位弟子去翻译。这位弟子一进主司殿，就依照平常的惯例合掌念阿弥陀佛，和大家打招呼。这时候老和尚突然很夸张地学这位弟子的动作，也合掌说阿弥陀佛。这位弟子一看，觉得苗头不对，赶紧跪在老和尚面前。老和尚就说：这么多在家居士在这里，你跪着是要让人家折服吗？弟子不敢再跪着，赶紧站起来。老和尚又说：你大胆，竟然站得比师长还高。就这样，跪也不对，站也不对，要和师长平起平坐就更不对，真是令人不知如何是好。当天因为有很多人要求皈依，按照平常的惯例，皈依证都是这位弟子或其他弟子代替老和尚填写取法名。但是那天老和尚竟然对大家说：你们看，他自作主张，皈依证都是他自己写，目无尊长，心里哪有尊重师长？你们到底要请我作证皈依，还是请他？弟子一听就不敢再写了，赶紧把皈依证整理好，送到老和尚面前。结果老和尚又说：说他2句就生烦恼，不要写了，通通要给我自己写。这一大堆要叫我怎么写，怎么取？取名叫做团圆、团饼、团咸、团甜、团碰、团奶。说来也真有趣，老和尚确实有修行功夫，人家被他取名叫做团咸、团甜、团碰、团饼，大家也都很高兴。这位弟子当时看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对，忍不住眼泪快要流下来。老和尚又向大家说：你们看，讲他2句就流眼泪，他就是要让人家说他很可怜。流眼泪也不行，只好把眼睛闭起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念佛，开始思维观想。没有一个你在骂我，也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，也没有你所骂的话。结果老和尚又说：你们看，他在那儿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假装很有修的样子。在场的人都听得莫名其妙，大家一直看着他一个人。做弟子的心里很想找个洞钻进去，也很想逃走，
这念头刚升起，老和尚就说：“没走哪里去？搞我懂嘞！”真是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，无可奈何当中也要忍下来。可是等到会客时间一过，老和尚竟然若无其事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平平静静，还是笑嘻嘻的，而且端牛奶给这位弟子说：“这给你喝。”到了下午，会客时间一到，老和尚又像上午一样，开始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闲过来闲过去，闲得令人不知如何是好。可是会客时间一过，他又若无其事。这位弟子回想，这一整天实在是想不出到底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师父样样都骂呢？嗔心一起，心里就想，我倒是要去问问看，到底是哪里不对。他这么一想，就往方丈室走去，敲了门进去。老和尚看他进来，就故作一副惊吓的表情，用手拍着胸脯说：“叫人家帮他去掉我相烦恼。”才讲他2句，就要来问问看，如果打他香板，岂不是要去叫警察了？做弟子的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老和尚慈悲，应自己的请求所出的考题呀。世人为五欲所迷，想吃好的，杀生滋养身体，却不知杀的那些都是过去生中的六亲眷属。我杀你，你杀我，吃人家1斤，一定要还16两，这是逃也逃不掉的。就是这样，生生世世都在还债讨债，死死生生，永远跳不出轮回的圈子。况且所吃的是以前父母的肉，于心何忍？吃众生的肉，就是吃自己的肉；杀人，就是杀自己；说人是非，就是说自己；说人不好，就是自己不好。我们出家人的事，不可以说给在家人听。每一个道场都有一位阿罗汉，你讲人家，说不定就讲到阿罗汉。
有分别心，才能去我相。假如执我相，就修不到行；去我相，智慧才会开。总是说别人不好，自己好，说好就高兴，说不好就难过，就是你我相。修行如有你我相，则心不安；若存我相，每样事都有我，把我看得很重，分得很清楚，这样对我们自己不利，天天都有烦恼。修行就是要做到去除你我相，这才是真功夫，否则到哪里修也徒然。如果修到这点，你的功夫也就到家了。不去除你我相，无法解脱。师父教的是解脱法门，不是说要收人才的。世俗取财，出家修行是取德。别人讲我们不好，不用生气难过；说我们好，也不用高兴。这不好中有好，好中有坏。佛教中最怕是非，说是非的就是是非人，是造口业，所以不要说是非。修行就是这样修出来的。如果不出家修行，年老后就像自己的父母，带着烦恼入轮回中。台湾女众很幸运能出家，大陆上很少出家的，念书的也不多。我们的耳朵总是喜欢听，看有没有人在说自己的坏话，眼睛也喜欢看好的，这点对修行不利。父母生我们下来时懵懵懂懂，长大以后就惹尘埃，就有我相，有我相就有烦恼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一理通，万理透彻。只要贪一样，就要再来轮回。承天寺这样盖，我也不执着任何一样，否则还要再来轮回。出家人老来越修越无挂碍，要往生时眼睛一闭，好像睡觉。我们现在晚上睡觉，就像死去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结果第二天起来，马上又开始执着，看这个东西是我的，又开始了。出家修行是要找回我们的本来面目，父母未生以前的，这个你们还不知道。智慧不开，就像月亮被乌云遮住了，光明显现不出来。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大悲是体，一切都要从慈悲中出来。在社会上不好修，黑就得跟人家黑，否则会被人排挤，所以出家比较好修。社会是造业的路，出家是极乐的路，得解脱。在家人修名利，还在娑婆世界中，人会轮回，人死了，灵光会再去投胎，而出家是为了了生脱死。
社会并不是照佛法组织起来的，但是娑婆世界向往佛法，因此现身佛法的出家人不可自己被社会污染，应该以自己的行愿去净化社会。多看《金刚经》，比较不会执着。人家在说话，不要抢着说，等人家说完再说，这是礼貌。不要着急，善知识在哪里？在心。出家是要治心猿意马，要时时刻刻做事念佛，调这个心。在佛陀正法时代，魔王无法破坏佛法，他就说要在末法时代穿出家人衣服来破坏佛法，就如同现在的人现出家相，而他的头脑却是在家样，这就是魔。唔通无影讲有影，乱吹牛。人家说这不用钱，不用课税，却是要大大的警惕。修行要注意身口意，以前有过失要忏悔，今后不再造业。成熟的稻穗，头是垂下来的；未成熟的，头是挺得高高的。好的参不到，因为人家不会把好的表现出来，所以你看不出人家好的在哪里。如果会参学，见人不好，正好拿来反省自己有没有这个样子。弟弟人说话有时虽不好听，但不应该认为是坏话。有的人说得很好听，但心不是那样。有时心直的人说话没有别的意思，但听的人会歪曲，甚至又把它想得很复杂。心开花就开，心开就念佛，念佛莲花就开。但如果念头一转，就又没有了。赶快修，修到西方去，否则这里很苦。你看这么热，西方是清凉的所在。修到要去的时候，不挂碍任何一样，每一样多无挂碍，只待我们的灵灵觉觉去。阿弥陀经中，六方佛出广长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就是六方世界，东南西北上下方都有色相，不管哪里都说要去西方。师兄弟间要谈佛法，不谈世间法，否则越扯越远。阿公阿嬷公归堆，接下去这样做比较好吃，没完没了。要修性，每个人都有佛性，佛性就是道。苦行不是简单的，不是一直做，一直做也不是办法，一直拖，到头来也是拖。不是你做不动而硬去做，而是只要尽心尽力。苦行是要洗头脑，使妄想减少，否则叫你静静坐在那里念佛，你也坐不住。念佛就是活禅，有的虽说是闭关，可是还想得很多，心里不清净。我们是静坐累了，就起来跑跑香，念念佛，心离静
就是禅。我们要维持正念，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坏的、不好的。毗尼日用，熟的话就念，如不会念阿弥陀佛也好。现在在动的地方，先把禅门日诵里的内容都搞懂了，以后在静处就用得上。不用多看书，只要多念佛，智慧一开，经藏自然在你心中。修道是要去除贪嗔痴，达到身口意清净。修行要没有我相，不要说自己以前在家是什么身份，出了家就没有身份、学历高低之分，大家都一样，否则就不能下心修道。以前罗状元知道自己职位高，不愁吃穿，容易堕落，富贵毕竟不能长久，所以舍弃他的职位而出家。他不愿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，任何打杂工作他都做。有一天他开悟了，知道以前洗盘子打破了多少，赶快赔偿住。罗状元没有我相，所以开悟了。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大不相同，以前的人道心10分，现在的人道心才1分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既已得到人生，就应好好修行。6道中，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都是人去做的。修得好，往善道；修不好，犯5戒，堕恶道。有些人说，吃斋人说吃斋话。如果所有人都出家，那这社会怎么办？我说，假如人人都出家，我们都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以前在大陆丛林道外参学，如果东西乱放，才不管是谁的，一律没收。若想找回来，需求知客师。修行是要在动中取静，不是静中取静。那功夫未到，最好动静多无挂碍，对任何事都能放得下，放下即功夫。平常就对任何事不挂碍，免得临命终时念头一起，就要继续轮回了。娑婆世界有众生，就有菩萨的存在。若已无众生，菩萨也没有了。佛菩萨的业挂碍就是众生。我们向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学习，好好勇猛精进。出家是为了得到解脱，看能不能修到5蕴皆空，少吃少睡，把精神用在修行上。凡事不要太着相，相貌好不起欢喜心，相貌不好也不要起烦恼。师兄弟在一起，佛法可多谈些，其他则一律不谈，以免心散乱。不要参加人家的闲聊。起诸恶念时，不要执着，拍拍自己说：“你不要这样子。”
不可用处罚的方式，这样没有用，并且会伤害自己。修道人不谈佛理而谈俗事，这不是出家人的本分。以在家的俗事拿来出家用，俗气未断，怎能谈到修行？师父以前在大陆承天寺，什么都看过。有的人讲这样，有的人讲那样，修行的花样很多。后来就到山上修了。以前比较好修，信徒少，事情做完就自己用功。现在比较不好修，信徒游客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行住坐卧都在念佛，定下心来念，便可觉悟到。我们的心一天到晚都在外头，没有关照自己的心是否在阿弥陀佛上，不能把心放在信徒或外面的境界上。以前的人，师父是你的功夫，叫你鞋子倒穿，有根基的人就会跪下求师父慈悲教导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愚痴的人就硬要倒穿鞋子，没有根基的人则无名烦恼起，认为师父不对，故意找麻烦。在家人会享福去旅行，虽然是很快乐，但旅行回来头杂杂，妄想多，头脑不清净。而我们衣食住虽然是没有多好，但做完事静下来，静坐念佛，头脑没有妄想，就会有正念。我们出家也要度家人，最起码要他们信佛、吃素、不杀生，这样才圆满。用善巧方便的方法使父母入道，有善念，起码做个天人。不要乱听别人说，东听西听，不知道哪个才对，自己心中无主，反而容易成散乱心，变成妄想，烦恼因此生起。出家了，要知道出家的意思，不要被别人提着团团转，自己要有主，该听的听，不必要的不用多听，打哈哈就好了。
书、做苦工，我们当拿出志气来，努力修行，让别人瞧瞧，我们确实不简单。修行的目的在了脱生死，并不是争名夺利。有些人请大官写匾额，借以打知名度，而师父一字不是，全靠自己苦修而来。有俗气、爱情爱别、你兄我弟等等，要去掉俗气。过去无始以来的因，习气多就没光明，光明显不出来。佛的光明显不出来，习气多，妄想多，烦恼就多，就没有觉。整天像喝醉酒，心没有寄托，迷迷茫茫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心没寄托，意就颠倒，就无法定心。树神、草神、宇宙万物都包括在六道轮回中。你们认识字，看看《地藏经》就了解。我不识字，都是用比喻的。我们对这肉体要放下，我们要修的是这个灵光，莲花化生的。这个肉体七孔所流出来的都是臭秽不堪的。师父修到今天来，还是带着这病苦，但是要说，我还有办法说。不要说我，这还有个我。师父修到今天的境界，现在也是无条件，不是说我已修到怎样怎样，你们就该对我恭敬，伺候我怎样怎样。现在年纪大了，才需要人家帮我做事。如果现在我还有力气，我的衣服也要自己洗。要有愿，有愿，脑筋总会偏向好的，不会偏向坏的。散乱心，爱情爱别，眼、耳、鼻等等，有愿，善根就会跑出来，否则总是在追求。我们也是在追求，但是看情形。如果追求佛教的寄托还可以，如不是追求佛教的寄托，就差很多了。佛教中，有的人去拿个博士，要同理大众，也不容易。你们要自己去想。我现在要到日本拿个博士学位，还来得及。听师父开示，自己要回光返照，不要辩驳说我没这样，我是那样了。没这样，心如果动起来，那可不是没这样。现在在师父面前什么都没有，一出去可什么都有了，马上又被外境抓去，恶的种子又跑出来了。师父今天跟你们讲彻底一点，大家累世带来的坏种子太多，一不注意，拍两头都遭来乱，很危险。如果不修行，猪窝、狗窝还有我们的份。减少妄想，就是消你的业；众生轮回的因，就是妄想所致。所以这苦行的苦中，有很多好处给你，但你也没有感觉，只感觉很劳苦。这个人生是因缘所生法。今天出家要发真诚的心，真正为了道，要了脱生死。心要怎么庄严？
就是要规矩来约束，才能慢慢自然庄严起来。修行要圆融。现在末法时代，众生业重，很多无法依戒而行。最好的是念佛求往生，一切才能如法。如果感觉有打妄语，晚上要赶快忏悔，佛多念一遍，才会打破散乱心，勇猛精进。我们今天穿这套出家衣服，也不知修了几万劫所得来的福报，不是简单的。但如果不依佛法修持，则会堕得很深，比社会人更深。而身上虽然穿这套衣服，但没有具足这些福报，硬穿的，则会觉得很不舒服，浑身不自在。有骄慢性，就不会进步。说不跟人家攀缘，外表好像很庄严，里面坏念头还很多，嫉妒、竞争等等。世间没有便宜可捡，你帮我做的，以后我就必须帮你做，跑不掉。世间让你不能贪的，凡事都。以前有的祖师被人看不起，穿的是百衲衣，每样都跟人不能比。有的世俗人看了还吐口水说，这是什么修行人？他说是，连小孩都看不起他。有人说，你修行有什么价值？他说，何哉何哉，以后你就知。我还怕生死，今天我还怕生死，没有寄托，我才这样。这个身体像在度时间，我这个身体还没过娑婆劫，没过娑婆劫，则还在生死轮回。出家如果不放下着有色相这些五欲之念，一贪着这些就会有烦恼。出家主要是断烦恼，念佛，佛菩萨才会慈悲加持，度我们。如果还要去学英文、日文，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，不是我们出家人的东西。师父要你们这样苦行，是要度你们，要多念佛。大陆来台的法师，我算是最早的，而我是最笨的。我出家，人家都瞧不起我，欺侮我，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境界，这些境界尽量来。现在我这最愚笨的人，受众人礼拜，我天天向阿弥陀佛忏悔。很多信徒来，看到这庄严的道场，都说我很了不起，而我说他们才了不起，拿钱来建寺。师父每样都没有，但一切都很自然，自己也想不到。做什么事情都没去化缘，还盖寺，这些钱从哪里来？但这不是说我，不是我。我们要修到那里，我即使修到那里，还是说我在念佛，不能说我怎样，否则共高心就跑出来。所以时时刻刻不要有个我，说我怎样怎样，自己的心念自己要知道，不可自己起了共高心，
自己不知道。盖一间寺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用纸贴起来的，还要再演一出。你们要会修，修到那些戒神在拥护，有韦陀护法，护法诸天被我们感动。不要的才会有，才会自然，这是我们看不到的。师父的开示要多看，把正念的种子种下去。现在还不晓得，以后如果碰到事情，这正念自然会出来，自己就有主，就不会走错路。脚踏施主地，头顶施主天，身穿施主衣，口吃施主饭，睡施主屋。就算一天当中做有100元的功德，扣掉起心动念，身口意不清净30元，吃30元，穿30元，住20元，所修所做还不够抵，哪来的功德？姓氏难消。施主1粒米，恩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。打法器不要太快，该快的地方要快，如楞严咒、大悲咒，要快不能拖。念时要听木鱼声，大家应要齐，不能一个人一个样，这样没有功德。课诵也很重要，打鼓的手要软，不要像打斧头。楞严咒由慢而快，但快时要让人感觉不出来。课诵时心要定下来，一字一句念，这样才生欢喜，才有功德。2堂课诵是在训练精神，每堂课诵都有一切龙天、非人、孤魂等众来听，有因此而得到超生的，这样我们也会得到自心的安乐，名扬两利。我们团体能庄严，私底下也庄严自己，无论在哪里都庄严。如课诵时，外来的人看大家都很庄严，会对佛教有信心，不会认为佛教是消极的。2堂课诵中的3皈依、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等等，就是每天在唤醒我们，叫我们快快用功修行，不要再贪恋这娑婆世界的一切。